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今天咱们分享的是手擀面怎样做更筋道，如何煮出一碗好吃的手擀面。另外，咱们很多朋友问，在家做的手工面煮出来容易断，一点筋道也没有，应该怎样改善？今天详细分享一下。我们先来和一下面，比例咱们放在后面。面粉放入之后，咱们加入盐。加盐咱们都知道，为了让它的筋性体现得更好，延展性更好一些。然后咱们加水和面这一步千万要注意，手擀面的面团一般不会偏软，稍微有一点偏硬，所以在加水这一步必须分次加水，把每一块干粉都均匀的打湿，这样咱们揉成面团就更容易。如果说和面不匀，咱们在后面揉面就比较费劲，花费的时间更多。假如咱们和的面太软，做出来手工面之后放在一起很容易粘在一块。面揉好之后直接包起来松弛一下，松弛时间10分钟。我们很多朋友都着急，就是刚和好的面团一直揉总是揉不光，尤其是用高筋粉来做的时候，咱们越揉越裂。所以不管咱们做什么面时，刚和好的面团一定要醒一醒，这时候咱们再拿出来揉面，它就比较简单，而且很轻松，也就花1-2分钟就能把它揉得很光滑。这次把面团揉光之后，咱们还是要盖上保鲜膜，防止风干，松弛半个小时。松弛时间到了之后，咱们再拿出来揉一遍。手工面要想有筋道，咱们揉面的次数就要增加，而且中间醒面这一步也不可忽略。咱们手工揉面的时候一定要记住，多揉，时间稍微长一点。在揉面的时候，每一块位置都要给它揉到，像咱们画面中这样，把它延伸长之后，咱们来回的搓压，这样就是能够让它的筋性更容易体现出来。如果说揉面时间太短，咱们做出来的面条稍微煮一会儿，咱们一夹就断，一点筋道也不能体现，就是因为咱们揉面不够。所以很多朋友说自己做手工面总是没有筋道，就是因为咱们揉面不足。下次记得把面多揉一会儿，然后揉光之后呢，咱们要再放起来继续松弛，松弛的时间1个小时。这次松弛完之后，咱们后面就可以直接做了。时间到了之后，咱们直接把面团取出来，这时候的面团面筋非常的放松，这时候咱们直接放在案板上撒上干粉，就可以来开始擀制。这次醒面之后，之所以不揉面，是因为咱们在用擀面杖擀的时候，就相当于给它揉了一次面。咱们先用擀面杖把它擀成这样的圆饼，然后在面饼上多撒一点干粉，防止咱们擀的时候粘到一块，直接把面卷在擀面杖上，直接这样向前推，不要上后拉。擀的时候只需要注意这个力一定要匀，哪里厚按哪里，就这样一直擀，直到把面擀开，擀到厚薄一致。擀开之后哪里不匀，咱们用擀面杖稍微修整一下就可以了。手工面的面皮部分咱们就算擀好了，擀好之后像这样把它折叠起来，咱们方便切，然后从中间切开，把2块落在一块，咱们直接就可以来切面。只要咱们和的面偏硬一点，咱们这样叠在一块也不会粘在一起，所以在切的时候咱们大小自己控制就好了。切好之后，咱们像这样撒一点干粉，把它抖开，抖的时候呢不要拉扯。手擀面咱们就做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弹性非常的足。做好之后，今天不吃，咱们可以撒一点淀粉，然后把它装到保鲜袋就可以了。咱们这个面的配比是150克中筋面粉，加上2克食用盐，水准备70克到75克都 OK。然后咱们煮面的配料有熟牛肉，这个牛肉呢是咸味的，然后还有黑木耳，一定要提前泡开焯水，芹菜适量，也可以用其他蔬菜代替。这个芹菜呢，为了防止它有丝，咱们在切的时候尽量给它切成片儿，像这样顺着它的丝来切，这样咱们吃的时候就不容易塞牙。然后3两的鲫鱼准备1条，这个鲫鱼咱们一定要开一下花刀，开花刀的时候尽量给它开得深一点。接下来先制作的是鲫鱼汤，咱们锅里加入底油，这个底油量不需要很多，但是一定要烧热。煎鱼的时候一定要热油下锅，咱们这样煎鱼呢，它就不容易碎。如果说油太凉，咱们放进去，它一会儿就会粘锅变碎，咱们拿不起来。另外咱们在煎鱼的时候尽量给它煎的熟一点，
所以这个火呢要调到中火，也不要太大火，让它熟得更透一点，咱们后面处理就更简单。鱼煎上色之后，咱们把边上的皮给它刮一下，露出肉，就像画面中这样。然后咱们加入开水，开水的量呢要没过整个鲫鱼，这样咱们炖出来的汤就是奶白色，而且咱们做出来的味道也更鲜。然后咱们把盖子先盖上，焖个3-4分钟，让它稍微开一下。然后开盖之后呢，咱们放上葱姜或者是料酒来去一下腥，后盖上盖子熬20分钟即可。把汤熬成这样的白色，咱们稍微加点盐就可以了，不要加其他味道。加其他的调料呢，容易把鱼的鲜味给去掉。咱们把味道搅匀，把里面的鱼肉捞出来，咱们汤就算做好了。咱们这样做出来的鲫鱼汤只有盐，所以鲜味特别足。再次把汤烧开之后，咱们直接就可以来煮面了。煮面的时候一定不要让它煮的时间太长，煮至7分熟，咱们放入所有的配料，这些配料呢是提前焯过的。然后咱们在煮面的时候千万要注意，如果把面煮得太过8分或者是9分，咱们捞出来一会儿它就会软，要么就是坨，所以煮到7分熟直接出锅。出锅以后，咱们在运送的这个过程中，它就会吸满汤汁，而且还吃起来特别筋道，不会软不会烂。鲫鱼手擀面咱们就做好了，喜欢吃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，特别的鲜香好吃。咱们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